在瑞典交换真的颠覆我对北欧原本的想象，原本以为只是换个地方读书体验，结果没想到从吃的、住的、生活方式到穿衣风格都和台湾非常的不一样。这集就是我的瑞典生活出国报告书。那如果你对瑞典留学、交换，或者是单纯好奇北欧生活的话，那这集一定要看到最后。先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去交换好了。一开始其实交换不在我的大学计划里面，只是在即将毕业之前，我想要再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所以在升大4的暑假呢，我就决定要准备雅思，给我一个机会去认识世界，也继续认识自己。只有把握你还是学生的身份，才有办法享有学生优惠与照顾。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则是交换是唯一的管道，你可以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成长背景但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为什么选择瑞典呢？除了它跟东海有交换姐妹校关系，对我来说，瑞典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有着精灵居住的国度，加上北欧又是世界排名上幸福且快乐的国家，距离台湾约8300公里，是一个很未知梦幻的国度，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这片土地走走看看，甚至生活，同时也看看世界知名品牌如 IKEA、Volvo 跟 Spotify 缘起的瑞典。出国前的准备呢，最麻烦的就是处理签证的部分。由于台湾没有瑞典大使馆，所以都要在线上移民局先申请及提交相关的文件。那原本过护照呢，需要跑泰国曼谷一趟，但是2023年末制度上好像有小更改，所以瑞典泰国大使馆会定期到台湾办理台湾的签证程序。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跟我朋友在他们快闪台北的时候处理我们的签证问题。大家记得要关注脸书跟 LINE 的资讯，才可以得到及时的资料。记得学生签证到瑞典当地之后呢，也要记得再去移民局压指纹，然后再去取得居留许可证。讲一下我交换的地方好了。达拉纳大学呢，在瑞典的中部，达拉纳省又被称为瑞典的心脏。学校分为2个校区，法伦校区呢是偏历史、医疗和语言，而博伦厄校区则是经济、观光和工程。2校区都可以选课。那在实体课跟线上课程的比例呢相当，特别是瑞典在 COVID 之后，实体课跟线上课的资源几乎相同。瑞典的一学期 semester 呢又分为2个周期，2个 period， 那每一个 period 约10周的时间。除了上课呢，瑞典的教育系统更注重的是学生课前复习和课后预习的时间。在瑞典，英文普及度很高，当遇到需要协助的时候，瑞典人也很愿意用英文沟通，所以生活障碍不高。但多学会一种语言，除了表示自己的尊重，也能更认识当地的文化。毕竟多会一种语言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而瑞典语、挪威语和德语很接近，学习起来也还蛮有趣的。那我们这一班约20个人，每周1到2次的 seminar， 学生有很多机会可以开口练习，而老师也会每周录制上课前预习的影片。对亚洲学生来说呢，最难的就是发音，除了上课，平常跟朋友练习进步的更快。还有另外一堂课呢是 Tourism Marketing。选这堂课的人呢，大部分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商学院的学生。上课内容不外乎就是旅游和行销。考试的部分呢，则是包含个人报告和组别报告。上课时，老师提到瑞典的旅游行销策略，在锁定目标客群时，除了收益，更提倡环保。像是长途飞机若造成太多污染，那他们可能会选择不要增加污染，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少在亚洲看到行销的资讯。组别报告呢，我们分析瑞典的滑雪度假村在冬季跟夏季的行销策略，但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和组员写报告的时光。我的组员是2个来自比利时足球旅游的女生，加上我的商科背景，我们很快的就顺利完成报告。接下来想讲一下文化体验的部分啦。什么是 Fika 呢？ Fika 是我到瑞典学的第一个瑞典单字。在世界上幸福快乐的国家，怎么可以缺少下午茶的文化呢？而 Fika 就是瑞典文化的代表之一，定义为空出时间慢下脚步，且感谢生命中出现的美好事物。所以常常下课之后，我们一大群朋友就会约在 Espresso House 吃 Fika， 聊聊天，也尝尝瑞典的传统点心、公主蛋糕、肉桂卷等等。而我自己最喜欢的则是蓝莓派加香草酱。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约会的话，你可以说 Let's go Fika。 下一个呢是 Voltberg。每年的4月30呢是篝火节，原本是为了要驱逐野兽和女巫，而现在则成为大型狂欢迎接春日的学生节日。这天在街上呢，你可以看到从早喝到晚的瑞典人与朋友喝酒 party 的一天。
我们去乌普萨拉和当地的学生一起庆祝，而下午在乌普萨拉 University 的草皮上呢，直接会变成一个大型的垃圾场，跟我们平常认知的自律的瑞典人不同。晚上呢，则一起看萤火，这天可以感受到北欧人经过冬天的压抑释放的一天。第三个呢，就是 Midsummer 仲夏节，是日照最长的一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夏至。在瑞典是仅次于圣诞节的节日，这天基本上所有的商店都不会开，因为全国人民都享有 Midsummer， 而达拉纳又是举办的主要地区，所以我们也到附近的公园和当地人围圈跳舞，歌词内容有模仿传统职业和小动物。傍晚则和朋友在湖边烤肉，制作传统花环。再来就是留学生活的部分啦，我想要分为食衣住行、药品、金钱和旅游来讲。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食物。留学生最便宜的选择呢，就是自己煮。瑞典的超市有 ICA、Willys、Coop、Lidl 等等，每间超市都有一些自己的产品，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食材来料理。因为在外面的餐厅吃，除了价钱很贵以外，口味上也绝对不及台湾。如果行李有空间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自己背一个1到2人份的大红点过来，绝对值得。甜点的话呢，在超市的冷冻柜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便宜又好吃的巧克力派、蓝莓派和苹果派。有时候约朋友到自己的房间 fika 也很有趣。衣服的部分呢，市中心的商店都基本上会包含 H&M、Lindex 和 New Yorker 都可以买衣服。运动品牌的话呢，有 XSL 和 Stadium， 时常都会有不定时折扣，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挖宝。冬天的话呢，建议可以从台湾带羽绒衣、防风外套、保暖手套和毛袜，还有发热衣裤。如果不够暖的话呢，都还是可以在瑞典购入。毕竟在冬天，保暖衣物是必需品，零下20度不是开玩笑的。暖包的话呢，建议不用带，因为室内都有暖气，而室外用暖包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住宿的部分呢，学校的宿舍是交给 Kopasterdam 管理，所以在收到系统上的 notification 之后呢，尽早要去网站上选择房间。我这次住的是 Brison 宿舍，有2层楼，没有电梯，而我的房间刚好是也没有附家具的，所以都要跟瑞典的红十字会租。那一样都是用 email 跟他们联络。但房间有烤箱和电磁炉，那建议大家微波炉跟热水壶也都可以一起租，这样你在不想煮的时候呢，可以在超市买微波食品加热就好。我们的宿舍有洗衣间、桑拿、公共社交空间，只要你有提前预约，都可以免费使用。交通的部分呢，其实在瑞典要移动的成本非常高，在北欧国家移动的成本基本上都很高，可以在手机上先下载 app，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去查询有没有优惠的票，会比较便宜。从机场出去的话呢，我们要用 SJ， 就是瑞典的国铁买火车票。在达拉纳移动的话，我们就是用 Dala Traffic， 它有学生票跟24小时票可以选择。在学期中呢，我们都是用月票无限次搭乘。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多贵好了。它的票呢，如果是买单程票，它就是给你75分钟。那一趟，假设你坐5分钟，你坐10分钟，就是80元台币。5分钟的路程大约是多长呢？大概是1.5公里到2公里，所以在移动的成本上真的是非常高。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 OK， 那我就走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他们的天气是干爽的，所以在夏天走路其实蛮舒服的。然后加上你还可以运动，加上你要省钱，所以这真的是学生的选择。小补充呢，就是斯德哥尔摩的话会是用 SL， 就是市中心可以买地铁的票。那在乌普萨拉的话会用 UL， 就是都不是不同的 app。所以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去买到便宜的票，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如果有认识的当地朋友的话，你可以直接询问他们，会是最快的。SJ 瑞典国铁刚刚提到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last minute ticket， 基本上都是在出发前的24小时会有便宜的票出来，所以记得要去观察。药品的部分呢，在欧洲啊，其实如果你不是有生命危险，是很难看得到医生的，要不然就是你要花非常多的钱。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法国的朋友，他就是半夜然后头痛不舒服，就叫救护车来，那他就是打了1针消炎针，然后就回家了，整趟花了700多欧，快3万台币。所以出国前常备药品一定要带齐，退烧药、止痛药、肠胃药、酸痛贴布和耳温枪都一定要带齐。真的不够呢，可以在药局 Apotek 买。那伊普洛芬和 Alvedon 就是常见的药品。自己出门在外最难过的就是生病，有一次烧到40度，真的是救命。
由于交换不到1年呢，所以我们拿不到瑞典的 person number，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基本上你很难在瑞典当地的银行开户，所以就建议你在台湾可以先开好数位账户 Revolut， 再请你的银行设定为约定账户，这样你就可以从你的外币账户里面直接汇钱进去。但其实北欧国家已经非常的数位化，甚至是街上市集都可以用信用卡付款，所以要准备一张回馈高的信用卡也很重要。那真心建议就是真的不需要带太多的瑞典克朗出国。而瑞典克朗可以在哪里换呢？在台湾的话就是在台湾银行换。那瑞典克朗对台币呢就是1:3，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都是这个汇率。这半年除了探索瑞典不同的城市呢，我也跑了超过10个欧洲国家。那在欧洲周游列国最好的年纪呢就是25岁以下，除了门票、车票，你都有很漂亮的学生折扣，花少少的钱看大大的世界。也因为我们是自由行，所以在规划行程上面有比较大的弹性。一路上呢，从订住宿、找交通工具都可以发现各国很多不同的特色。那也非常感谢我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因为我通常呢都是在出机场或者是到中央车站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他们说好，那我现在要怎么解锁新的国家。走过这么多国家呢，除了打开视野，更多的是了解内心的自己。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生活方式、文化不同等等。那我自己在其中发现的就是，我未来会希望可以在北欧国家读书、生活，甚至发展。但我也知道台湾是我的家，所以我希望在5年后或10年后，我可以做到一半一半的程度。那在这趟旅程呢，我得到了很多的能力。第一个呢，就是问题解决和语言沟通能力的提升，毕竟你连 complain 要跟官方沟通，全部都要用英文的。第二个呢，就是拓展视野，建立国际观。毕竟你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你会发现每个国家的生活习惯、人和食物等等。再来呢，就是建立国际人脉。这半年来，我应该遇过超过100个人。其中有大部分也都现在都还是有联络，在他们的口中，你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让他们成为不同个性的人。第4个呢，就是更认识自己了。你可能可以对外寻求跟对内寻找自己。我发现在出国之前呢，我对金钱跟快乐的概念是不同的。回来之后，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排名幸福又快乐的国家，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多想要像我们追求资本主义的概念。那这是政治跟经济下的产物。最后呢，就是懂得感谢自己拥有的机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源跟机会可以出去交换。那我也非常幸运，就是我们家刚好有能力可以让我出国，然后我自己也有考了一个好的成绩，可以让我可以顺利出国。要懂得感谢自己拥有的东西，那当然你可以以这个基础之上再继续创造更多你喜欢跟美好的事物。最后来讲一下我的感想跟建议好了。交换呢，不只是你人生中的1年半年，更多是人生浓缩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面。你会发现自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成长，离开温暖的舒适圈，出国在外，你要自己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情，爸妈最多只能陪你讨论，给你建议，最后执行的呢还是你自己。学会独立与为自己负责是我最大的收获。我很开心我选择交换国家是瑞典，这半年发生的所有将会是我一生中的宝藏。经历了无数的第一次体验，没想到在离开的时候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回台湾之后，心里的感受是很复杂的，因为在心底你会觉得瑞典是你的家。From home to home is kinda really weird， 但我想这就是美丽的代价吧。No risk, no story。身为一个有梦想的人，鼓起勇气出发吧。台湾长大了，我们被太多的框架绑住，在时间的追逐下，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特别是在跟欧洲朋友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呢，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都非常的有想法。特别是在瑞典，整个社会愿意给你很大的包容和尊重，所以拥抱风险吧，在人身安全无虞的状况下，成为一个充满故事的人。之后的影片会继续分享这半年来发生的一些小事、好玩的事跟好笑的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拜拜。